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珠木手工皂，我是依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极致萃取左手香皂的做法。很多坊间大家都有看到哦，做手香的时候就是要用左手香的原汁来做，但是呢，你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左手香，好，但是你想要做多一点左手香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左手香茶来制作。为什么呢？一方面呢，你可以用少量的左手香，就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左手香的成分。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能够比较好榨出汁来哦。而且呢，透过添加热水哦，可以进一步萃取更多的这个芳香分子，还有它的消炎杀菌成分哦。我们刚才呢，已经将这个少的左手香用泡左手香茶的方式哦，把它很多的有效成分都萃取到左手香茶当中了。但是我们还不放过它哦，我们要进一步的呢，再利用油萃的方式，把它的油溶性成分也萃取出来，让它进到我们的手工皂中。那我们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什么呢？浸泡酒精。好，那现在就来教大家该怎么做哦。首先呢，我们要大概知道我们剩下这个渣哦，它有多重哦。所以呢，你先准备一个小杯子容器 ，PP 的或玻璃的都可以。好，那么呢，我们摆在这个量秤上，然后我们把这个渣哦放进来，看它还剩下多少重量的渣哦。大约是11克。我们要加多少的酒精呢？先跟大家说，我用的酒精是95%的精致酒精哦，这是台糖出的精致酒精。那我用它的重量的1半哦。那因为我呢有点担心我倒的时候哦会倒不好，所以我用这个滴管。那么接下来呢，你就是要把它尽量的让这些渣哦都可以去碰触到酒精。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小量匙，然后呢，把它哦尽量的搅拌。我做的量很少，如果呢你要做，比如说你要做3公斤油的肥皂，这时候哦你不需要那么多左手香，你也可以做出极致萃取左手香肥皂哦。大致都拌匀了，再接下来要给它加上盖子啊。你如果是用有盖子的玻璃瓶，就把盖子拴紧。那我是用这种小烧杯、小量杯哦，我就用保鲜膜把它封紧，不要让它接触到空气。不要晒太阳，什么都不做，把它摆在架子上24小时，静置24小时。没有开到麦克风，所以我用后置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说。那我就尽量解说仔细啊。经过了24小时，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做这个左手香萃取油的部分咯。好，那要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经过这个酒精泡过之后的带出来的左手香成分呢，我们要把它萃取到油当中。那我的做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是为了做这个手工皂所做的这个萃取嘛，所以呢，我们就直接拿我们配方当中的油来做萃取就可以了。那我就会取什么？我会取我们配方当中的硬油啊，就有可能是你的椰子油跟棕榈油啊，因为呢，这油呢，它一般来讲它会在呈现固态哦，我们都还要对它做个加温。那么在加温的同时呢，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左手香的萃取。
好，那我现在就是把我的棕榈油跟椰子油都已经量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把这个泡过酒精的左手香叶渣，我们把它倒到油当中，当然是尽量要把它倒干净哦，才可以得到最多的左手香萃取。好，那么再来我们还要加一样什么东西？既然是极致萃取哦，我们还要再加上蔬菜甘油。那因为呢，这个甘油可以带出左手香当中的香气成分。那有关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实验影片，就是盲测开箱7款我制作的左手香萃取油，里面都有告诉大家哦。那我们要加多少呢？就是加你的总油量的1%就可以了。那我是用500克的油来做肥皂，我就加5克的蔬菜甘油。好，现在加好了。那再来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油呢跟左手香叶还有甘油这一杯呢，我们拿去做一个加热的动作。我们要把它加热到65度 C。 好，现在我已经加热完毕了，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油温是几度，是66度哦。好，我是用微波炉来加热的在加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从10秒钟开始就是不要让它加热到太热然后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这个左手香叶好像有点被炸一样，发出一点哔哔啵啵的声音你就不用太紧张，就是要顾在旁边，然后时间不要太长然后我们只要加热到60几度就可以，70度也 OK， 就尽量不要再更高温了。好，那为什么要加热到这个温度呢？就是一方面我们透过这个热来对这个左手香做萃取，然后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硬油让它加热融化，这样好做我们的手工皂。好，那这个温度我们控制在65度，就是因为一般来说超过65度，我们的油就会开始变质。那我们希望它不要变质，所以我们就控制在这个60-70度这个范围就不要再太高温了。好，那么再来我们就是要用搅打的方式，让这个左手香的成分全部融入到这个油当中。好，如果呢你的量比较多，你可以用果汁机，但是呢因为我的量不多，我就直接用我们的电动搅拌棒是最方便的啦。好，在这个开始搅打之前，我们也做一个排气泡的动作，就是尽量不要把太多的气泡带到我们的油当中。那么排气泡的方法，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课程影片，就是零基础的手工皂的第1堂课，里面都有教大家哦。那么在搅打的过程中酒精呢也会稍微的挥发掉根据我的经验呢，它没有办法100%挥发但是确实可以挥发掉大部分的酒精那因为我们的酒精量不多，所以呢也不用太紧张好，气泡是不是都排完了呢？我们可以稍微听一下声音刚好没有录到音如果是比较低沉的声音就代表呢它是没有气泡了，但是如果呢声音比较大就代表有气泡。好，那我现在呢是来做计时，因为这个总共需要搅打5分钟的时间那在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可以做暂停的，但是如果你暂停的话，你的时间也要暂停好，就至少要打这个5分钟的时间，才能够把这个成分呢都带到我们的油当中。好，在搅拌的时候，你可以先从中低速开始注意这个油不要喷溅出来，然后慢慢就可以提高你的速度。好，那就是这样子持续搅拌5分钟就可以咯。好，时间到，5分钟到啦，就可以停止了。好，搅拌5分钟之后，你会感觉到你的机器真的有微微的发热了。
好，到了70度哦，就在搅打这个过程，其实也会让它稍微的加温，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就是透过热再次对这个左手香做一个萃取因为我们有加入甘油它也是稍微需要透过加热才能够做出比较好的甘油萃取。再来呢，我们就是要把油过滤出来，那过滤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做肥皂，但是现在目前它的温度还很烫，那我建议大家就是摆着让它自然降温因为呢这个温度太烫我们过滤的时候也会烫到手，那呢也会对我们做皂的温度也太高所以你就可以让它自然的降温。那这样子其实左手香也是在做一个自然的温萃假设你真的等不及的话你就用隔水降温的方式也可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极致萃取左手香萃取油。好，降温之后我们来做左手香肥皂咯。那在我们等这个油降温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做我们的碱水咯。那我们是使用左手香茶的冰块来制作碱水那么有关于这个左手香茶，也就是左手香水萃取，那它的详细的制作方式，可以欢迎大家去看我那一支左手香也疯狂第1集的影片，它是一个会员影片。那呢，你就用少少的钱加入会员，就可以看除了这支影片之外，还有很多我的基础课程的影片，还有未来呢，我也会做左手香相关的系列的影片，好，大家也都可以看里面有非常仔细的这个教学。我需要的是128克的这个左手香的冰块好，那我来称称看我有多少呢？好，这里是137克，你可以多用一点水但是可能你的水量就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多个10克左右。那么或者是说呢，你就用少一点点比如说我这里也是差不多10几克的水那我可能就可以补上一点纯水，那就看你自己那我今天呢，我就想说我多一点点的水没有关系，因为通常我们做有萃取油的配方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点加速皂化，那么我们水多一点点的话呢，可以帮助这个皂化的速度放慢一些。好，那我这边就是137克的这个左手香的冰块。那我现在呢就用这个左手香的冰块来融化我们的氢氧化钠。好，记得你的安全装备都要穿上最好呢还要戴上护目镜和口罩。好，那我们呢就把这个氢氧化钠分次的倒入这个冰块。那在做这个溶解其实事实上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冰块呢可能会导致氢氧化钠附着，没有办法完全的溶解。好，所以你要非常的注意就是你的氢氧化钠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溶解了。那我们搅拌的时候呢，有一些氢氧化钠，它如果附着在冰上面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就是搅拌到这个水的当中让它能够彻底的溶解。你可以在过程中呢，就是稍微的去测量一下温度好，那现在温度还很低，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就搅拌到冰块溶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温度是32度8，还不错不会太低温也不会温度太高因为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可能会产生不好的气味这就是强碱的作用产生的梅纳反应之一好，那如果温度太低呢，也有可能导致氢氧化钠无法溶解所以呢，30度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度好，那么我们就把它先暂时摆在一边，再来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的萃取油的温度。这就是我们静置在那个地方的我们的左手香萃取油。好，它的温度现在降下来了36.4度。OK， 那我们就可以对
这个油来做一个过滤了。我们尽量不要留这个渣渣在里面哦。目前这个渣渣的量还没有非常的多哦。好，那就看你自己了。那我呢是想要把它做一个过滤。如果要保留这个渣渣呢，就是你要搅拌的非常的均匀，然后你要确认的皂花非常完整哦，不然这些渣渣可能会就是说有发霉的现象哦。再来，我们就要把油尽量的把它挤出来。好，这些萃取油就非常的珍贵哦，尽量一滴都不要剩。之后你的手套可能油油的，所以你要洗一下手或者是你要把手套整个换掉也可以。接下来有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要回称看看这个油呢究竟有没有减损呢？因为在过滤的过程中可能会减损哦。那我们来称称看。好，那这边呢是我的软油的部分，我都已经量出来了。好，那我的硬油呢，总共应该是要有250克。好，我就把这些油全部倒下去。如果你没有过滤的非常干净的话那可能还会有一点渣渣。那么那些渣渣呢？尽量就是不要太多，不然呢可能会影响到你对重量的判断哦。那么我这边呢是244克，意思就是说在过滤的过程我这边已经有减损了6克的油，所以我们就要来补这个油我们就来补椰子油。那为什么要补椰子油大家可以去看我的基础课程影片，都有教大家哦。那基础课程影片呢，你可以跟我购买，或者是加入会员频道，每个月就可以看2到3集。再来，我们就要做肥皂咯，所以呢，我们的左手香茶碱水现在36.9度，好，因为它刚才可能有持续的在溶解所以它会有点升温这个温度是 OK 的。那我们的左手香萃取油的油品呢？是34度，好，那之间的温差也不会太大首先我们先来把搅拌棒放下去，做个排气泡的动作。好，排完气泡了，我们把我们的左手香茶碱水倒下去吧。那我们就开始制作肥皂。我今天有准备精油，那这个精油是苦橙叶精油跟薰衣草精油因为呢，我们的左手香其实它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像是湿疹或者是粉刺这些皮肤问题。那么苦橙叶跟左手香对皮肤都有这个杀菌还有增生皮脂的功效。那因为我们用的左手香没有非常多它本身可能没有什么气味，所以呢，我们还是加一点精油在里面。好，再来我们就来打皂。那因为我们担心这个会有加速皂化的问题，所以精油我们可以不要这么早加进去我们从低速开始搅拌。那正确的搅拌的方式，欢迎大家去看我的基础课程影片哦。好，碱水倒下去了，目前是36.9度，感觉没有快速皂化的问题哦。以我们这个配方来讲呢，这个皂化的速度是
稍微快一点点，但是并没有速剔的问题。那你就看你自己的状况哦，你可以慢慢的来把搅拌棒的速度加快。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点浓稠状态了。好，那我们把我们的精油呢，慢慢的加进去。肥皂已经来到了，好，有点 trace 状态了啊，所以速度还是有的，但是并不是那种1秒速剔的状况哦。好，那我们呢可以尽量的再让它搅拌一下，好，再稍微浓稠一点点也可以哦。稍微浓稠一点呢，你的皂化就会比较快啊，然后也比较好。肥皂也比较容易脱模啊，不会有一些松糕白粉的状况。那我们可以来入模了。隔绝就是可以减少跟空气的接触。好，那这样子就可以咯。那因为呢，天气的状况是蛮炎热的，所以我就只会把它放在保丽龙箱里面，然后用布盖起来，就不会再做额外的加强保温。那么关于保温的方面，也可以看我的基础课程的解说哦。那它会根据你的室温的状况你的环境的状况、配方的状况都有不一样的保温的方式还有需要保温的温度哦。那我们就等48小时之后再来脱模。现在已经过了大概3天了，我本来是2天就要脱模，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好，那我们现在来脱模吧。好，看起来还不错。那呢，因为水分比较多，然后温度有稍高，所以上面有一点点的白粉但是这是正常的哦。肥皂看起来还不错好，这个颜色，这绿色也很漂亮哦。那我们切开来看看，我们先切边边角。哇，你看起来还不错哦。这个我要来做测试，我们看看它还有没有残留碱。哇，肥皂里面很漂亮哦。这个就是氧化框，好，代表它是有天然色素才会有这样子的框但是呢，隔1个小时、2个小时，它就会自然消失。再来，我们用刚才切下来测试的肥皂来洗洗看，看它的吸感跟泡沫怎么样。哇，我还蛮喜欢这个洗感的哦。这个配方洗起来特别的滑。泡沫呢是
还算是清爽的感觉，而且不会感觉说太滋润，还是偏清爽、偏薄的洗感。很适合这个夏天哦。好，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大家试试看这一款极致萃取的，用少少的左手香就能做出很棒的左手香肥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